第6章暗流涌动。天色完全亮开时，凤城的城影已经隐约可见。高墙不算雄伟，却绵延得很长，像一条浮在平原上的灰色兽脊。城外已有零星行人往来，贩夫走卒、挑担农户、零散商旅都在晨雾里慢慢聚拢，让一路的荒凉渐渐退去。商队在城外不远处停下，钱老板亲自过来送行，脸上的笑比昨日更真了几分。凤城不小，二位若有什么难处，尽管打听钱某。他拱了拱手，语气诚恳：“昨夜那场多亏了你。”司业回了一礼：“路上而已。”钱老板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出声来：“好一句路上而已。”他连连点头：“那我就不多留了，江湖再现。”他也低声道了谢。商队重新整队，车轮声渐远。钱老板还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目光里带着几分惋惜，像是舍不得这段短暂却精心的同行。等商队的影子被城外的雾气吞没，他才轻轻吐出一口气。他人不坏，他说。司业点头，也不傻。他一怔，随即明白，笑了一下，却很淡。进了凤城，热闹迎面来。街道宽阔，铺石平整，早市已经开了，叫卖声此起彼落。蒸汽从摊位升起，带着面饼与肉汤的香味，让人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在白日里安心站过。司业选了一家不起眼的客栈，招牌旧，门面小，却干净。这种地方不显眼，也不会有人多问。掌柜抬头看了他们一眼，目光在两人身上略停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报了价。司业付钱，一间，他说。他的动作顿了一下，不是意外，是一种来不及掩饰的迟疑。掌柜却连眉头都默动一下，像是早就见惯了这种搭档，转身取了钥匙。上楼的时候，他走在后面，脚步比平时慢。房间不大，却干净，窗子对住内院，声音被隔得很实。床只有一张，却宽，靠墙放着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他忽然有些不自在，不是害怕，是太安静了。司业把剑放在墙边，斗篷挂起来，动作自然得像走进一个暂住的空壳。他没有看他，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把水壶放到桌上。你休息，他说，我出去一趟。他抬头，现在？司业点头。他犹豫了一瞬，终于还是把那句你会不会有危险吞了回去，只点了一下头。我等你。这句话出口，他自己都愣了一下。司业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回应，只是把门带上。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他坐在床沿，背靠着墙，听着窗外的声音。城里很吵，却是那种让人安心的吵。他慢慢放松下来，肩上的伤还在疼，却不像昨夜那样牵动神经。同住一间，让他有些尴尬，可那份尴尬底下，却藏着一点他不愿承认的安心。至少，在这道门后，他不是一个人。司业出了客栈，没有立刻走远。他在街角停了一会儿，确认没有被跟上，才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。巷子里湿冷，墙上贴满旧告示，字迹模糊。他在一间卖旧书的铺子前停下，店里冷清，只有一个瘦老头坐在柜后打盹。司业把一枚铜钱放在柜上，铜钱下面压着半枚玉佩。老头睁开眼，看见玉佩时，眼神微微一变，却很快恢复平静。这东西不该在你手里，老头低声说。暂时借用，司业回道。老头没有再多问，只把玉佩收起来，转身进了内间。过了片刻，他回来时，脸色已经变了。城里有人在找，老头说不是明着找，是在问就是。司业的眼神沉了沉。谁？老头摇头，只知道来路不干净。他顿了读，又补了一句：中州那边最近有人要来。司业没有再问，他把玉佩收回来，转身离开。这些年闯荡，他听过太多要来的人，可这一次，他心里隐隐觉得那不是普通的来人。同一个时辰，城另一头，那名商队护卫站在一处偏僻的宅院外。院墙不高，却很深，门口没有匾额，也没有守卫，看起来像是普通人家。他左右看了一眼，确定没人注意，才上前敲门。门很快开了。
他低声说了几句，把昨夜看到的玉佩形状、断口位置描述了一遍，语气里压不住兴奋。小人只是想讨个赏。他说那东西不值钱，可那女人话没说完，门后伸出一只手，动作很轻，他只觉得喉咙一凉，人便倒下了。门重新关上，院内安静的彷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血顺着门缝流出一点，很快被地面的尘土吸前。宅院深处，一间布置简单却雅致的厅堂里，一名女子端坐高位。她穿着素色衣裙，妆容极淡，却掩不住眉眼间的冷。她的手指轻轻敲着扶手，节奏很慢。厅下站着3个人，正是昨夜在林中与司夜交手，最后退去的那3人。你们确定？女子问。确定。其中一人低头答道：“他用的是子母双剑，走位诡异，不像中州的路数。”女子眉头微微皱起。不是中州。他低声重复了一遍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像是在盘算什么，随即眉头皱得更深。中州的人已经在路上了。他说：“若让他们先碰上。”他没有说完。厅内的气氛却更冷了。那个男人，他抬眼，必须弄清楚。3人同时应声。女子靠回椅背，目光落在窗外。凤城的天很亮，亮得让人以为石磨都能被看清。可他知道，有些东西正从暗处浮上来，而那半枚玉佩只是开始。